大家好，重新回到白井怪谈。时隔1年，交接地终于重新向各位褪色人发起了新一轮的召唤。宫崎老贼于东京时间2月28日下午5点在推特上放出重磅消息：二等法环 DLC 黄金树之影终于进入了开发阶段。一个名字和一张概念图，这是唯一的信息，也是老贼的慈悲。作为二等法环人物志的作者，白井我自然是对老贼留下的线索做不到置若罔闻。废话不多说，且让白井就这唯一的线索与信息做出自己对 DLC 故事走向的猜测。先说结论，毫不掩饰的说，单刀直入的说，白井认为 DLC 将以神人米凯拉为核心展开，图片中骑着托雷特的人就是米凯拉，而不是呼声很高的玛丽卡。在开始分析前，容白井我 PS 一下，由于这次透露的线索并不多，已经遗忘法环故事的老爷，亦或是对白井猜测逻辑有着很大不解的老爷，可以捧个场看一下白井过去的法环人物志系列视频。当然重点呢是米凯拉这一期了，里面有着白井对米凯拉这一角色的想法，也有助于大家理解我接下来分析的逻辑。首先映入眼帘，同时也是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金色色调为主的芦苇园所组成的右侧与暗黑色调所组成的左侧了，而这两侧则共同围绕着两个不同的中心，金色的中心是骑着牛马的少女，而黑色的中心则是枯萎了的巨树。最令人琢磨不透，同时也是最具话题性的，也无非就是这两个中心人物所带来的信息了。那就让白井先从右下侧的少女开始分析。首先，如果你确实已经是一名合格的褪色人，那么少女所骑之牛马想必不可能不认识，也不可能不熟悉。长长的纵毛与脑袋顶上的两个牛角，没错，它很显然就是托雷特。在法环的故事中，梅琳娜在一切刚进入序幕时，便在篝火旁将召唤托雷特的少迪送给了我们，并且他表示这少迪是属于托雷特的前主人的，现在他属于我们了。因为托雷特选中了我们，在获得托雷特的少迪后不久，我们就会在艾雷教堂遇到自称血魔女的拉尼，在感应到托雷特后，将招魂灵与三郎骨灰也送给了我们，并声称招魂灵与三郎骨灰同样属于托雷特的前主人。但其实这简短的几句话就已经信息量爆棚了。第一，托雷特会自己选择主人，这一次他选择了我们做他的主人，由此可以得知托雷特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主人，起码我们就是他的新一任主人了呀。第二，三郎骨灰与招魂灵还有黄金少迪也都属于托雷特的前任主人。白井看到有些朋友提到，因为托雷特曾经的主人拥有三郎骨灰，而纵观整个法环的故事，三郎只和玛丽卡有着最接近的关系，所以推导出 DLC 概念图中的少女因为骑着托雷特，所以是托雷特的主人，又因为三郎和托雷特同属于同一个主人，而三郎属于玛丽卡，所以概念图中骑着托雷特的少女就是玛丽卡这一逻辑。但说实话，白井并不认同。既然托雷特可以选择主人，而我们褪色人又是他的新主人，那怎么就能肯定托雷特除了我们以外就只有一个前主人了呢？难道三郎骨灰、黄金少迪和招魂灵就不能来自3个不同的前主人吗？那么这时候就一定有老爷会问，那白井你说说这3个遗物分别属于谁啊？或者说托雷特的前主人都是谁呢？白井还是老习惯，直接说结论，他们3个应该分别是玛丽卡、米凯拉和某个黄金家族之人。为什么这么说？又为什么要分析这个事儿？且听白井继续往下讲。我们击败玛丽卡斯的地方有着三郎与少女的雕像，这实锤了三郎与玛丽卡的关系。既然三郎骨灰属于托雷特的前主人，那么玛丽卡也许就是托雷特的前主人之一。黄金少迪散发柔和光芒的黄金戒指能作为少迪使用，这说明持有这枚少迪的人至少应该与黄金家族有关。最后呢，关于招魂灵的问题，还记得白井在米凯拉人物志中所讲，米凯拉希望大哥葛德文正确死亡，所以建造了巨大的移动灵庙，昼夜敲钟，妄图招魂，而招魂灵的作用一样是召唤灵魂。那么由此目前可得知的信息来看，招魂灵的原持有者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米凯拉呢？那么托雷特的前主人中就应该有米凯拉。但是转念一想魔女拉尼塔下也有三郎，拉达冈也有自己的红狼，也许狼对于黄金家族来说确实有着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所以三郎骨灰就一定属于玛丽卡吗？这里白井也不能完全确定。如果同样作为玛丽卡之子，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黄金血脉更纯正的神人米凯拉是不是也有着养狼的行为也未可知。而作为黄金家族的另一员，作为年幼时就可以融会贯通黄金律法基本主义并自创祷告的他，
持有一枚闪着柔和黄金光芒的戒指，貌似一点也不违和。所以米凯拉就是托利特的前主人，或者至少是曾经一位前主人，这一点白井是笃信无误的。甚至有没有一种可能，米凯拉其实和玛丽卡与拉德冈正好就是三位一体呢？不同于拉尼与拉塔恩，亦或者是恶兆王蒙葛特与蒙格等人，米凯拉是完完全全由玛丽卡自产自教生出来的孩子，这很符合三位一体的设定，圣子、圣父、圣灵本是一体。而我们都知道，耶稣作为神子却抛弃了犹太教，自立门派，建立了基督教，而米凯拉建立圣树信仰十分相似。而米凯拉进入圣树信仰，是因为他认为学习黄金律法基本主义救不了交界地人，这与耶稣创建基督教是认为犹太教拯救不了世人十分类似。此外，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选中了犹太人，也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可以在末日审判中幸存。但耶稣认为上帝是大家的上帝，谁都可以信仰上帝，所以谁都可以得到拯救。这也是不是很像米凯拉建立圣树信仰呢？圣树区中的白金之子、野兽、虫族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似乎只要大家都信仰圣树，就可以其乐融融了。而耶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创立基督教，甚至拥有12门徒等广大忠心的信众，这都说明了他拥有着普通人难以比拟的强大人格魅力。这是不是也很像拥有魅惑能力的米凯拉的分身托丽娜呢？当然了，这也只是喜欢研究神话的白井的我的一个脑洞罢了，各位老爷随便听听就好。咱们说回概念图，图中骑着托雷特的无疑是托雷特的主人，毕竟托雷特是通过召唤才出现的灵马，而他应该也只接受主人的召唤。这是从托雷特来分析画中少女身份的逻辑，而从少女的发型与身穿衣物之风格来看呢，这也无疑就是米凯拉。玛丽卡在交界地出现的方式，无论是开场的动画，亦或者是大厅中玛丽卡的肖像画，又或者是玛丽卡教堂中的玛丽卡雕像，她所穿的衣服都是蓝色色调，而从没有白色的衣服。反之，米凯拉无论是在圣树，还是在他以托丽娜形象出现的白金魔法师塔，都身穿白衣。而开场 CG 中被蒙格掳走的米凯拉的发型，也与概念图中的少女是别无二致。有些朋友认为三郎雕像处的少女玛丽卡也许发型与米凯拉一致，也未可知。为了打消这点疑虑呢，白井通过一些手段看到了三郎雕像的背面，似乎少女时代的玛丽卡并不喜欢编辫子，而骑着托雷特的少女所处的位置，黄金芦苇园与灵体海洋，也佐证了白井认为她是米凯拉的结论。米凯拉除了在乎妹妹马莲尼亚以外，她还在乎谁？无疑是大哥葛德文。他布下移动灵庙，还在索尔城令众人祈祷寝食太阳，又铸造墓碑线，这都是为了葛德文可以正确死去，而正确的死去则是为了将来的真正复活。既然米凯拉曾经的主要战绩之一就是招魂，那么金色芦苇园中大量的灵体投影似乎也符合他的设定。而芦苇园有道是埃及冥界杜阿特审判的最后一站，天国之地就是一大片芦苇园。在埃及神话中一个人不仅仅是一具躯体中的单一灵魂，而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八、影子、名字与心脏和肉体，而其中最奇特的莫过于影子。影子虽伴随活人的身体但却在人死后可以独立存在。芦苇园中林立的大小影子，也许正说明这里并非黄金树所在的交界地，而是在与交界地完全不同的另一处异次元空间。此外，古埃及人还相信人在睡梦时是最接近死亡的时候，所以赛特神才编织噩梦，让人们可以远离梦境中不小心堕入冥界的风险。而通过赫芬尖塔剑是参考灵魂世界中那发出微光为死者指明道路的树而制成，由此得知在法环的世界中是存在灵魂世界的，而梦境是接近冥界最好的方式。所以米凯拉化身托丽娜，通过魅惑的方式勾引人们进入梦乡，从而在冥界组建自己的军队，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的故事走向。而我们进入 DLC 的方式也许就是通过梦境进入冥界，并协助米凯拉在冥界寻找王子葛德文的灵魂，以求让其正确的死去。不过这都是白井的猜测，也乐于被打脸。另一边，巨大的两棵参天巨树交织在一起，但很明显，从左边钻出来的树已经将右边钻出来的树死死的缠绕，黄金般的血液不断滴落，似乎胜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交界地并不存在这么两棵缠绕在一起的树可如果这两棵树只是交界地中树的影子的话，那一切就说得通，并且也点题了。
交界地是不存在交织在一起的两棵树，可两棵树却实实在在存在，它们就是黄金树与米凯拉另起炉灶的圣树。就像白井在前文中提到的，影子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的话，那么妄图取代黄金历法代表了黄金树的米凯拉圣树，在影子世界亦或者是冥界中，是否就像概念图中这般，正在与黄金树展开激烈的战斗？亡灵因为受到黄金树的影响而无法正常死亡，只能归树，为黄金树提供养分，这无疑影响了生老病死的正常规律，也大大影响了远古死亡信仰的权柄。可坠入梦境的灵魂不会归宿，这无疑削减了黄金树的力量，也为死亡势力的卷土重来带来了可能。但很明显，死亡势力也并不只有这一股，代表了命定之死的萧瑟眼眸女王与侍奉命定之死的神皮使徒，和太阳冰冷灵火与死之鸟所代表的远古死亡信仰，就貌似不是一挂的。交界地中未完待续的故事，尚未找到答案的谜题，是否可以在这次的 DLC 中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与解答呢？神人米凯拉无疑是《黄金树之影》这部 DLC 的主角，而两股死亡的势力与无魂半神葛德文会不会也出现在这部 DLC 中，可以让褪色人们找到答案呢？白井未来的视频呢，也想就交界地中的死亡信仰好好的梳理分析一波。如果你喜欢白井的视频，还请赏脸、点个关注和3连，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白井最大的动力。另外，白井也不得不在这边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老爷和朋友们致以深切的歉意。自12月占星术那期视频后，白井一直处于各自的自我修养状态，真的不是白井恶意拖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故，新工作的不适应，家人的离世，突如其来的疾病，让我始终找不到时间，也找不到写作的状态，真的非常对不起大家。白井在这里再次诚挚的道歉。现在的我呢又回来了，并希望继续带来更好的内容，带来更催眠的睡前故事。愿白井与你们同在。